非有消息，最近有传闻说，波音公司正在寻求针对737 MAX 事件的翻供。说翻供倒也不太准确，要弄明白这件事儿，还得从美国的司法制度来说起。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有一项认罪协议，英文叫做 Plea Guilty， 它类似于中文的坦白从宽，但是过程要简单很多。基本上，如果被告承认有罪，愿意受罚的话，就立即结束调查，刑期减少或者是免除。主要因为美国的司法调查太繁琐，花费太高，这样做更省事儿。美国很多企业都愿意认罪，因为旷日持久的审判和法庭调查耗不起，律师费太贵。主动认罪与被判有罪相比，也多少有一点点面子。美国很多个人被告也愿意认罪，这样可以避免被挖出更多的问题。而检察机关和警察省了很多事儿，当然也支持甚至常常主动与罪犯协商认罪。往往只有受害者家属不乐意，会委托律师或者媒体打破砂锅查到底。波音737 MAX 客机在2018年、2019年因为 MCAS 系统2次坠机，造成了346人死亡。这件事儿令人心痛，但是本身并不违法。波音公司甚至从未正式承认产品存在质量问题。但是因为事情闹得太大，美国司法部后来声称737 MAX 在安全取证时没有全面披露自动驾驶方面的逻辑改动，因此有欺诈罪的嫌疑。注意，这里说的也只是嫌疑，而不是有罪。MCAS 的新逻辑是否属于必须全面披露的内容，仅以产品说明书的形式说明合不合法，这个问题需要由法官来判定。但是波音公司为了息事宁人和品牌形象，当时很快宣布认罪，主动赔偿25亿美元，以换取与司法部的和解。25亿美元包括3项用途，17.7亿美元停飞补偿给飞机用户，5亿美元的空难赔款给遇难者家属，以及2.436亿美元的认罪款给政府。美国的很多赔款不是一次性转账，而是逐年支付。比如以上的5亿美元空难赔款，就是通过一个基金逐渐支付给遇难者家属。波音公司就737 MAX 问题的认罪协议签署于2021年，4年过去了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其一，波音换了新领导；其二，美国换了新总统；其三，3月21日，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为美国生产下一代战机，定名 F-47。特朗普总统是精明了一辈子的商人，特别爱护民族企业，也特别喜欢吹牛。或许这个特征被波音新总裁揣摩透了，因此才传出了尝试撤销认罪协议。如果波音真的撤销认罪协议，那么此事会被交给法庭审理。如果法官认为波音公司无罪，则停飞赔款可能不再支付，因为它代表飞机没有毛病，是航空公司自己要停的。刑事罚款可能全额退回，但是多数评论认为，从品牌形象出发，波音公司不会停止支付5亿美元的空难赔偿。那么特朗普会不会高抬贵手，宽宽松松的放过波音呢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